全球加密货币社群和科技界突然被一则震撼消息所惊动。Telegram 的创办人 Pavel Durov 在法国被捕，拥有俄罗斯、法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多重国籍。加密通讯软体 Telegram 创办人兼执行长 Pavel Durov 在今年8月24日搭机抵达巴黎后，遭到法国当局逮捕，拘留原因为 Telegram 平台涉嫌洗钱、毒品走私及散布恋童癖内容等非法活动。此事件迅速引起全球关注。这位以捍卫隐私和自由著称的科技领袖，法国检方指控他涉嫌违反金融规定，指责他未能对用户内容进行监控，并拒绝交出用户数据。这一举动在国际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在 Durov 被捕后，加密社群迅速集结，发起了 Free Durov 运动，表达对他的支持。其中，以太坊的共同创办人 Vitalik Buterin 对欧洲通讯自由的未来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他指出，随着监管机构对 Telegram 等平台的打压，欧洲的软体开发者和用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Vitalik 坦言，尽管他曾批评 Telegram 在加密保护方面的不足，但此次事件让他对欧洲未来的数位自由感到更加忧虑。还有特斯拉创办人 Elon Musk 也在社交平台 X 上透过法语写到3次自由，简短的词语却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以及 Animoca Brands 的共同创办人 Yat Siu 也在推文中标注了 Free Pavel 以示支持。从街头到网络，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在呼吁释放 Durov。这场危机不仅是对 Durov 个人的考验，更是对全球数位自由的一次重大挑战。究竟这位 Telegram 的创办人是何方神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能否真正对抗一个国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理念，能否成为改变全球通讯方式的力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人。Pavel Durov， 他出生于俄罗斯，却在世界舞台上留下深刻的足迹。一个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但他却是全球数亿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是社交网络平台 Vkontakte 的创始人，更是通讯应用 Telegram 的背后推手。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位科技巨头如何一步步崛起，最终创建了一个让世界为之侧目的通讯帝国。让我们从头开始探索 Pavel Durov 的成长历程。Pavel 出生于1984年的圣彼得堡，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他4岁时， Durov 一家搬到了意大利的杜林，接受了意大利的教育，学习多种语言。Pavel 的父亲是一位语言学教授，这样的家庭环境无疑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在家中， Pavel 和他的哥哥 Nikolai 总是热衷于探索新知识，尤其是对于计算机和编程的热爱。他们不仅仅是兄弟，更是彼此最好的伙伴和竞争者。2001年 Durov 回到俄罗斯参与实验学校，随后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并获得语言学学位。在大学期间， Durov 开始自学程式语言，在校期间还参与了多个科技专案。他的兴趣不在于娱乐，而是沉浸于数字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他的才能在当时的网络社区中开始崭露头角。Pavel 和他的哥哥 Nikolai 经常一起参与编程竞赛，他们的默契配合让他们在年轻时就取得了诸多成就。这段时光不仅巩固了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更为日后创立 Vkontakte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Pavel 在大学各个学科中都表现出色，然而真正让他感到激情的始终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他开始梦想着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一个能够让人们自由交流、分享信息的地方。2006年，年仅22岁的 Pavel Durov 决定将他的梦想付诸实践。他与哥哥 Nikolai 联手，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交网络平台 Vkontakte。这个名字在俄语中意为保持联系。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当时在全球风靡的 Facebook， 但又融合了俄罗斯独特的网络文化。在 Pavel 的精心策划下， Vkontakte 迅速崛起。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社交网络，它更是俄罗斯年轻一代交流思想、分享生活的主要场所。Vkontakte 的简洁设计和强大功能吸引大量用户， Pavel 也因此被冠以俄罗斯的马克扎克伯格的称号。仅仅2年时间， Vkontakte 的注册用户数就突破了2000万。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Pavel 和他的团队的不懈努力。Vkontakte 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其技术优势，更在于它深深契合了俄罗斯网民的需求与习惯。VK 上的社群和群组功能非常强大，涵盖从娱乐到教育的各类话题，且在匿名性方面
用户可使用较少个人资讯注册账号。Pavel 在各大媒体上露面谈论对互联网自由的看法，其强调隐私和信息自由的重要性。这些理念不仅吸引了年轻的用户，也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关注。随着 VKontakte 的快速崛起， Pavel Durov 逐渐成为俄罗斯当局的眼中钉。俄罗斯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个拥有数千万用户的社交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工具，它还可能成为反对声音和抗议活动的温床。于是，当局开始施压，要求 Pavel 交出反对派用户的资料。然而 ，Pavel Durov 是一位坚定的自由言论捍卫者，他拒绝了政府的要求。俄罗斯政府对此并不满意，并开始对 Pavel 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威胁要封锁 VKontakte。2011年 ，VKontakte 的办公室遭到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被广泛认为是政府对 Pavel Durov 的警告。然而 ，Pavel 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不仅继续拒绝交出用户资料，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政府的行为，赢得了大量支持者。Pavel 的坚持让他成为了自由言论的象征，但也让他陷入了更大的危机。2013年，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他的施压，最终迫使他在极大的压力下将 VKontakte 的控制权交出。这一事件成为俄罗斯科技史上最具争议的时刻之一，也是 Pavel Durov 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2014年 ，Pavel Durov 被迫将 VKontakte 的股权卖给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的企业。他自己形容这是被迫之举，因为他无法再忍受政府的无止境干预。对这位年轻的科技天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所创建的 VKontakte 不再属于他，更不再属于自由。同年4月 ，Pavel 决定离开俄罗斯，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他放弃了俄罗斯国籍，成为一名无国籍人士，从此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对于他来说，这不仅是逃离政府的压力，更是一场心灵的救赎。他说过，如果自由是奢侈品，那么我宁愿失去一切，也要拥有自由。Pavel Durov 对自由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不仅是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在商业上的选择。Durov 的自由主义理念从对 VK 的处理就开始展现，他完全出掉了 VK 的股份，并在2014年离开俄罗斯，开始了漂泊的旅程。在离开俄罗斯之前，他和他的哥哥已经开始了 Telegram 的创业之路。2013年 ，Pavel 和他的哥哥 Nikolai 共同创立了 Telegram， 一个免费的跨平台即时通讯软体。与 VKontakte 不同， Telegram 从一开始就将隐私和安全作为其核心理念。Pavel 不再希望他的用户受到政府或任何其他机构的监视，因此他采用了端到端加密技术，确保每一条消息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能够阅读，除非第三方拿到你的手机，否则将无法查阅。Telegram 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它的界面简洁，功能强大，最重要的是它让用户感到安全。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在那些政权监控严密的国家， Telegram 成为了用户首选的通讯工具。Pavel 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成功创造了一个真正自由的通讯平台。Telegram 的创立与 Durov 在 VK 期间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 VK 时期遭遇了政府的监控，这促使他意识到个人隐私的重要性。Telegram 的设立旨在提供一个隐私保护的通讯平台，并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Durov 和他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迁徙办公，这样的设计旨在避免类似 VK 的命运。Telegram 支持言论自由，遵循端对端加密，需要用户手动选择私密聊天模式，并且不进行内容审查。这也使得 Telegram 成为了一些犯罪活动的温床，例如毒品交易和个人信息买卖。尽管如此， Telegram 也进行了部分正确的妥协，例如封锁恐怖组织和虐待儿童相关的账号。然而，随着 Telegram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也成为了各国政府的眼中钉。多国政府开始对 Telegram 施加压力，要求它交出用户数据，并设置后门以便进行监控。然而 ，Pavel Durov 始终坚持他的原则，拒绝妥协。他相信用户的隐私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无论压力多大，他都不会向任何政府屈服。在2018年，俄罗斯政府甚至一度封锁了 Telegram， 试图迫使 Pavel 屈服。然而，这一封锁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 Telegram 的去中心化设计让它难以被完全封锁。Pavel 再一次证明了他对自由的坚持和对技术的掌控力。同年 ，Telegram 发行了自己的数位货币 Gram 和区块链平台 Ton。The Open Network，Ton 旨在为 Telegram 的用户提供快速、安全的去中心化支付、数位身份等服务。Ton 的特点包括可扩展性和低廉的费用，旨在承载大量用户的大规模需求。然而，由于美国 SEC 的强势监管，
Telegram 于2019年被起诉，指控其进行未经注册的证券发行。最终 ，Telegram 选择停止 TON 的开发，并退还 ICO 资金。虽然 Telegram 放弃了 TON，但该专案的技术仍在持续发展。社群的参与为 TON 带来了新的生命力。2020到2021年 ，Newton 团队以开源资料为基础，重启了对 TON 的开发，并更名为 TON 基金会。尽管TON 目前的生态仍然匮乏，但它在区块链领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Telegram 目前已经成为加密产业的重要工具，并且通过 TON 实现了更多的 Web3 应用。如今 Telegram 的用户遍布全球，超过9亿人使用这个平台来进行日常的通讯。Pavel Durov 的名字再次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他被称为互联网自由的守护者，而 Telegram 则被视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堡垒。Telegram 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它在全球许多抗议活动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还是在香港的抗议活动， Telegram 都成为了抗议者们交流和组织的重要工具。Pavel Durov 再次证明了，技术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工具，它还可以成为捍卫人权和自由的武器。如今 Durov 依然在为他的信念奋斗着。他不只是 Telegram 的创始人，还是这个平台的灵魂。他不断推出新的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并且始终坚守他的初衷。Pavel Durov 并不孤单，他身边有一支强大的团队，他们共同为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他们的愿景是打造一个真正属于用户的互联网，无论是通讯还是其他方面，都将以用户的自由和隐私为核心。Pavel Durov 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少困难和挑战，只要心中有信念，就能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力量。他从普通的俄罗斯青年成长为全球科技界的领袖，这段旅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也充满了希望与灵感。或许 Pavel Durov 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希望他能平安无事，持续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光明和自由。